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之前做了一期有关这个石东记为什么跳反的这么个视频，顺便呢，我又想借着石东记的这个频道的这个火爆程度，然后跟大家分析一下到底自媒体应该怎么做哈。实际上，真的自己单枪匹马，然后完全靠自己的实力杀出一片天，然后成为大 V 的所有的这些自媒体频道当中呢，其实只有石东记一个哈。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哈。假设有一个频道啊，它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固定的观众啊，然后呢，因为有一些宗教组织的影响，然后呢，它这个视频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啊，然后经常上热搜，然后你认为这个是他单枪匹马的实力吗？啊，那当然不是了。然后还有一个人，他以前在中央台做的记者哈，然后呢积累了特别多的名声，然后做了好几个几亿播放量的这个节目哈，然后呢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调查记者，然后呢他跑到了海外，然后突然之间呢开始自己在优管上面做视频，然后呢你认为他得到的这个流量是他单枪匹马得到的流量吗？然后还有一个台湾教授哈，以前自己做视频不温不火，都没什么人看，被人家叫了上去几个直播，然后呢得到了几十万的观看，然后呢突然之间成了新晋网红，人数增加了很多，然后你认为这是他单枪匹马的功劳吗？然后呢最后有一个小姑娘以前在舞厅唱歌，然后呢现在呢突然之间呢被一个公司包装成为了一个农家女孩，然后呢开始做了很多的农活，然后呢就拍了很多唯美的视频，然后呢就是成为了这个华语界的第一的网红，然后你说这是他单枪匹马的实力吗？所以呢这些所有的网红你都剔除之后，你再去看石东记，他确实就是唯一一个自己做视频做火的一个博主哈。所以呢石东记的成功呢，才是我们真正能够了解自媒体这个行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窗口哈。就是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哈，就是你做媒体，你要是做那种非常高端高大上的媒体的话呢，你像什么央视啊，或者是法轮功啊，或者是什么台湾的媒体啊，这些就是已经到顶端了，你永远做不过这些电视台。你会发现这些电视台，那个布景是完美的啊，这个导演是完美的，摄影是完美的，灯光是完美的，然后什么都是完美的。那你想想看，你怎么去跟那些有专业设备的专业人士去竞争呢？但是为什么有人就会喜欢来看你的视频呢？就是因为呢，自媒体本身做的就是一个下沉市场，也就是说，他做的并不是最高端的东西哈，他做的呢就是有一定的粗陋感，但是呢，因为有亲近感，然后呢，帮助普通人讲出了他们心中的想法，所以呢，这才是自媒体真正生存的一个唯一的道路哈。也就说到底啊，我们做这个视频。实际上呢，最终呢还是要向观众看齐，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普通人能够接受的一个语言方式哈。你如果说学央视那种哈，就是什么咬字特别清楚，演技都是怎么澎湃，读稿怎么样的流畅，天天的想要模仿新闻联播那种样子哈，然后哔哩吧啦怎么样，把自己搞得像机器人一样，就是你的稿子写得再好啊，它也火不到哪里去。然后呢，我每次看这个小岛大浪吹的时候呢，我都会感慨，就是小岛大浪吹这个人呢。就是太会讲人话了，就是说，窦文涛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讲人话不会死。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石东记的稀缺性就在这里了，好像没什么深度哈，也没什么营养，但是你天天就会忍不住想看一下。所以呢，这就是石东记的一个真正的魅力哈。也就是说，他真正抓住了自媒体这个行业的核心呢，就是说要讲普通人想听的东西。从这件事情上，我就想起以前的这个春节晚会哈，就是春节晚会，其实最早的时候呢，1980几年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做的非常的简陋哈。那个时候，比如说姜昆，他就是又做主持，然后呢又讲相声，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还去人家唱歌，他还上去弄个扁担啊。但是那个时候的春节晚会，你觉得不好看吗？实际上也还挺好看，那时候有陈佩斯、朱时茂演这个小品啊，什么姜昆的那些语言艺术啊，还有包括就是唱歌啊、跳舞啊都有。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联欢晚会，真的叫做联欢晚会。你像现在的春节晚会，布景花了多少亿啊，然后呢灯光花了多少亿，然后呢服装花了多少亿，然后呢这个那个花了那么多钱，然后你觉得好看吗？他给你展现了一种卓越的一种就是文艺表演，但是他没有给你看普通人想看的东西。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村 BA 啊，就是贵州有一个村 BA 最近火了，然后呢有2-3万人去看。你说那些球员是真的打的什么 NBA 水平吗？其实并不是啊，但是他们打的是普通人的篮球啊。所以呢，我就想起我以前的一个同学啊，然后呢，他之前做暴走大事件嘛，
然后做暴走大事件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作为他的同学，然后呢跟他有联络的时候呢，其实都跟他提过很多的意见，然后呢就看着他的节目一步步走起来。然后呢，其实我当时想说的是呢，暴走大事件其实第1个季度的时候呢，他就是拿了一张破烂的桌子，然后呢弄了几个笔记本，然后呢就随便这么录一录，然后很多年轻人就喜欢这种风格，然后就觉得他这个节目很好看。后来那个节目呢，为了什么精益求精，什么又搞什么字幕啊，又搞什么绿幕啊，然后把这个背景换了一批又一批啊，什么王尼玛滑滑梯啊，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都出来了。结果他那个节目会变得更好看吗？其实还不如他第1季好看。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只要有趣，你讲的东西比较有意思，然后呢，你讲的是人话的话呢，其实大家就愿意来看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自媒体存在的唯一理由啊，就是讲普通人爱听的，做普通人自己的故事啊，然后讲普通人对于新闻的感想。搞了半天，史东记是最懒的，然后呢，他又没有搞什么布景，天天呢就对着他家厨房，方式呢还是和当年一样，也就是一台摄像机，然后呢一个人坐在这里哔哩吧啦，然后老婆坐面前。然后你看同期的各个自媒体，你像什么文章那些呢，变化不是很大。你像什么睡前消息啊，天天变化，一张桌子不行了，然后开始搞背景了啊，绿幕也开始了，什么字幕搞起来，然后什么文章怎么写起来，然后搬远播室，然后加图片，然后怎么样，搞一大堆的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有必要吗？你搞不好最初期的那些东西，其实人家更喜欢的，对不对？所以呢，做自媒体最主要是要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哈，也就是你的目的呢，不是去和央视抢观众啊，你和央视抢观众，你怎么抢得过呢？所以呢，做自媒体认清自己的定位，专门把自己的这个语言的趣味性，还有就是这种能够像普通人一样正常表达的这种流畅性能够表达出来呢，这就是你能在自媒体当中能做起来的唯一理由啊。所以你不要觉得什么，哎呀，门槛很高或者怎么样，其实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因为你有了专业知识，你就不够普通了。这就是史东记告诉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启发哈。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